今天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大家觉得现在的美国还是当初你认识的那个美国吗？有没有一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觉呢？我之所以这样说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好多事儿吧。你看，第一件事儿就是这公园草坪上边的狗屎，这狗拉屎，好多人都不捡了。突然对狗屎这么敏感，就是前几天我带着 Maxim 走的时候，鞋上踩了狗屎了，那叫一个臭啊，把鞋弄得特别脏。搞了好久才弄干净，而且狗屎这个事儿吧，你要说偶尔一次忘记了，或者是没带狗屎袋儿，那还有情可原，但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随便找一找，你看这路边，像这些地方，我再往前面找一找，看这儿又是一个，然后这儿又是一块儿，看这都有点干了。旁边这也是，这路的两边啊，你随便的找一找，就到处都是。这要换作是10年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5年前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说着说着，这又是一个嘛，这儿又来一个，我已经不太想找了。是不是这不捡狗屎这一件事儿，就能从某些方面反映出人的整体素质在下降呢？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吧，关于开车的。早晨我开车过一个十字路口，我的方向呢是没有 stop sign 的，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另外一个方向是有 stop sign， 就是车要在 stop sign 前停下，确认没有车之后才可以通过的。我就发现远处一辆车吧，根本就没有停的意识，特别快的就开过来，但是我的车速已经在那儿了，已经要穿过路口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停了，所以我就过去了。然后那个车好在它急刹车停在了 stop sign 的前边，其实它已经2/3个车身都冲过这 stop sign 了。我就在想，这些人呢，连 stop sign， 甚至有的时候连红灯他都不停了，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偶尔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是对这路不熟呀，或者走神儿了什么的。但是你经常发现，这一年你经历了好几次，那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 Maxim 刚刚也拉了臭，我先给它剪了，然后再接着聊。今天拉的不是特别多，剪起来还是稍微的容易一点。哎呀，其实这公园啊，它有好几个地方都提供狗屎袋，然后垃圾桶也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所以像这种地方呢，还是有人不捡狗屎，这也是挺让人不可思议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发现，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有的人会把远光灯开着。其实在小路上，如果没有车，开远光灯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吧，因为毕竟想看清楚远处嘛。但是如果前面有车来了，这远光灯它不关，这个就比较不好了，因为会把对面的车晃得看不清路的。我就好多回都被人晃得特别的，就是眼睛看不清楚。还是那句话，我之所以抱怨呢，就是因为它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开车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看才走这么远，就是一个垃圾桶。Maxim， 扔进去。啊，行了。当然了，大部分人呢还都是挺遵守规则，也比较有公德的。看垃圾桶里边狗屎袋的量就能感觉到。那这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儿越来越多起来呢，也是挺让人心烦的。这 Maxim 又在这儿嗅，一直在闻，不知道又有什么气味了。感觉就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还有一件事儿，如果大家是炒股或者是投资理财的话，应该已经注意到 Costco， 就是我们常见的 Costco 的股价已经超过了1000块钱了。我记得几年前还是300来块钱的样子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 Costco 的赚钱能力越来越强了。可是这钱从哪儿来呢？还不是从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身上来的吗？随着它赚钱能力的增强，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会员的会费、年费越来越高了，然后退换货的这政策呢越来越严苛了。好多东西呢，就是
会设置很多很多的限制，不像以前那么灵活、那么方便、那么省事儿了。再有就是，我感觉是品质，很多东西的品质也是有所下滑的。还有物价，当然这物价上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但我觉得 Costco 这些年物价涨得是太厉害了。相比于传统，就是身边的其他的美国超市来说，反正高的有点离谱，有些东西。以前我们是很喜欢买 Costco 的大包装牛排的，现在基本上不买了，都在旁边的美国超市解决了。原因就是价格涨的是太离谱了，有点吃不起的那种感觉了都。再有一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小费的增长了。我记得以前吃饭的话，那小费可能10%、15%就可以了，现在呢已经是20%多了，好多地方可能都有30%了，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而且不光是吃饭呀，你像其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他们那些系统的设置，哪怕你点个快餐，或者是享受的就是本身服务本身，你已经给服务付钱了，好多时候还是要给小费的。好多的系统直接就给设置成25%、28%、30%这个样子。你如果想选其他的比例呢，那得多花几步，点几下，然后再输一个价钱，就故意设置一些障碍，让很多人可能不好意思啊，就点了这种至少25%以上吧。其实好多时候提供了什么服务呢？什么也没有，就是给你把饭端上来倒杯水而已，其他全都没有，确实不值呀。本来小费设计的初衷是给好的服务一种额外的奖励吧，但是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哪怕好多时候你没得到好的服务，甚至是比较糟糕，你也不得不付钱，因为大家都付钱。我还听说有的地方，如果他服务不好啊，然后你没有付钱或者付的很少，还会有人追出来。甚至就是一些普通的服务，有人会提到可能付了15%的小费啊，也会被人追出来，因为给的太少了，这就有点太夸张了，哪有这样干的呀？如果说刚才说的几项还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吧，其实也不能算小事儿。但是接下来说的呢，可能就严肃一点了，就是这犯罪率的问题呀。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经常去公园钓鱼啊，或者经常去徒步，可能只能在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区域的公园会发生这种车呀被砸，车里边的东西啊会被盗窃这种现象。但是最近这1-2年，尤其是最近1年吧，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别说你的车里边的东西被偷、车被砸，就是入室抢劫、入室盗窃这种现象发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前一天听朋友说，他们的邻居被人入室盗窃了，可能这些人都是提前去蹲点儿，然后等家里没人的时候就跑过去把家里盗窃一番。其实这些区呢都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了吧，没想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了，而且发生的几率吧还挺高的，并不是1家2家被盗窃，可能是陆陆续续的会有不少人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你说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呢？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按说呢，像美国这种家里边放贵重物品呀，又是放现金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这些人还是选择会入室盗窃。我其实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去家里去偷什么东西去了，什么东西能有这些价值，值得他们去这样做呢？其实像马里兰这区域吧，整体的情况还都是挺不错的，不管是从经济呀，还是从宜居程度，应该从各方面排名都能排到前10名吧，在全美。我看每次的排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可能巴尔的摩的这犯罪率还有各种情况不好，但是其实除了巴尔的摩之外，其他的地方我感觉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地方呢，这些年也是世风日下，
各种各样犯罪率越来越高，还是挺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吧。不知道这美国社会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周末了，天气比较好，这球场上面的人又多起来了，大家都开始出来玩了。这川普上任以来，这行政命令是一个接一个的发，马斯克那边呢也没闲着，这裁了一个部门又一个部门，感觉，哎呀，可能是对整个这大华府地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觉得很多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邻居也经常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都是人心惶惶，担心被裁掉。虽然从整个政策或者从它这个提高效率的初衷角度，好多事情可能应该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操之过急，或者是弄得太狠的话，那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考虑到每一个个体家庭的话，那如果是这些人失业了，又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工作的话，那对生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随着政府预算的大规模的削减，政府部员的不停的裁撤，这个大华府地区的整体经济，我估计也会受到影响，像房价呀，有可能会继续的下跌。这边好像今天又有训练，每次一走到这边，风就太大了，我赶紧还是跑起来吧，有点冷了。而且刚才 Maxim 跟我走了一圈，感觉也有点不太乐意了，还是想跑起来。今天是跑了3.5个英里，大概是5公里多一点。这路上遛狗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人还带了5、6条狗一起。这每次遇到其他狗的时候，为了不让 Maxim 凑过去，这手都要使很大的劲儿。现在手指都已经有点酸了。我感觉训练它沉着稳定、遇事不慌，还是需要花挺多功夫的。现在还没法完全做到。最后又想到一个可能也是比以前差一些的地方嘛，就是现在去那些快餐店啊，或者是杂货店，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小店吧，遇到的店员，好像从普遍角度看，没有以前的那么热情了。我记得10多年前吧，不管去什么地方，店员都是开开心心的，也特别热情。现在就会发现好多人或者扑克脸，或者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不开心的样子吧。也可能是受整个大环境影响，或者是经济啊、生活啊压力越来越大的原因。晚上总体上看呢，是大不如从前了，说明普遍的幸福指数有所下降吧。也有可能是这些商店为了降低成本，可能雇员给的工资比较低，然后雇员的整体的水平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当然这是猜测了，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回答。最后，希望老马和川普能够改革成功，给美国带来新的活力吧。希望改革的痛只是短暂的阵痛，阵痛之后能变得更好一些。最后呢，又想到一点，我记得10多年前的时候，我看这边的小朋友看纸质书的还挺多的，尤其是去图书馆或者是很多小孩玩的地方，还是有好多小孩在那儿看纸质书的。但是最近这1、2年，发现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我到图书馆之后呢，基本上看不到小孩子了，这也是挺奇怪的。而且看到小孩子也普遍都是在电脑上，也许是在看电子书吧。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可能现在的小朋友普遍都在玩游戏呀，或者是刷短视频，尤其是 TikTok， 美国版抖音在美国的火爆。我感觉还是改变了好多小孩子、青少年的这种行为方式的。哎，这可能也是要警醒的一个地方，或者说要吐槽的一个地方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快餐文化、这种短视频啊，还是挺害人的。要说这些东西是电子鸦片吧，可能又太过了，倒不至于。但是
确确实实从我自身角度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对小孩子的精神还是有挺大的伤害的，尽量少看吧。